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60岁以后放弃才是赢家》这本书。让我们直接进入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以后放弃才是赢家，年龄越大越幸福的无为生活；第二，60岁以后必须做的3件事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以后放弃才是赢家，年龄越大越幸福的无为生活。您该思考的不是要做什么，而是该放弃什么。本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，比起思考要做什么，不如先考虑应该放弃什么。如今寿命不断延长，65岁甚至70岁退休已经变得司空见惯，但60岁这个年龄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。许多人在迈入60岁时，会憧憬着开启新的人生，比如投入兴趣爱好，计划海外移居，甚至开始独居生活，选择多种多样。然而，在追逐梦想之前，先思考自己可以放弃什么，反而能让人生更加丰盈。这与近年来流行的极简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极简主义在年轻人中流行，但真正能体会其价值的，恰恰是经历了漫长人生的年长者。作者认为，年龄越大，越应该削减不必要的事物，从物质到精神，过上一种缩小但富足的生活，放下人生的沉重负担，才能自由地度过余下的时光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表明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人们会更追求内心的满足与精神的安定。然而，过度的物质占有会成为阻碍。研究证实，减少不必要的物品，幸福感会上升。2020年的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度的研究表明，整理居住环境，仅保留必要物品，可以降低压力，提高幸福感。年长者的家中，往往堆积了大量不必要的物品，这些杂物不仅带来心理负担，还可能引发环境性压力。环境心理学研究指出，凌乱的环境会增加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，导致持续性的压力状态。不仅如此，整理物品的过程本身还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。研究表明，筛选、整理、舍弃不必要物品的行为可以刺激大脑的前额叶皮质，该区域负责决策和计划，对预防认知衰退有重要作用。60岁后，不只是物质的极简，心理负担也要放下。不仅是物品，心理上的极简主义同样重要。到了60岁，不仅要丢掉不需要的物品，还应该舍弃不必要的观念、情绪、不安、过剩的责任感，甚至无谓的自尊。年长者经历了漫长岁月，难免积累了太多负担。作者希望通过本书，帮助大家一点一点地放下束缚自己的东西，回归真正的幸福。60岁以后，哪些东西该舍弃，哪些事情该放下？首先，第一件60岁以后要放下的事情是思考那些毫无意义的不安。金钱问题、工作压力、人际关系的烦恼、对未来的模糊不安，甚至是健康和衰老的担忧。不安的种子似乎永远不会消失，即使是看起来生活幸福的人，也可能会因为担心这种幸福还能持续多久而感到焦虑。拥有大量财富的人，反而会害怕如果失去了这些钱怎么办。面对这些不安，许多人选择视而不见，或者用眼前的快乐来分散注意力，亦或是向朋友或专业人士寻求帮助。然而，有时不安会深入内心，让人难以摆脱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感到不安呢？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您对未知的恐惧。例如，新员工在新岗位上感到紧张，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工作内容。初次见面的人会让您不安，是因为您还不清楚对方的性格和想法。这类不安往往可以通过了解来缓解，收集信息、积累经验、适应新环境，能够逐渐减少对未知的恐惧。然而，也存在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解决的不安，那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，比如对老年生活的担忧、对健康问题的忧虑，或是担心突如其来的变故会如何影响人生。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，
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害怕。但这种不安，即使再怎么思考，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。因此，无论您如何烦恼，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，请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对未来的担忧，但如果您能意识到持续焦虑并不会带来任何改变，反而毫无意义，您的不安就会减少。过度沉溺于不安之中，只会让你无法享受当下，甚至导致视野变得狭隘，看不到其他可能性。比如，一个在学校遭受欺凌的孩子，如果认为现在的朋友就是自己全部的人际关系，那么他可能就无法寻求帮助。但如果冷静思考，他会发现学校外也可以建立人际关系，或者转学后可能遇到更适合自己的环境。然而，被不安束缚的人，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些可能性。同样害怕失败或疾病，可能会让您错失眼前的机会，甚至导致自己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，进而降低自我评价。那么，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想要告诉大家：你所担心的大部分事情，实际上根本不会发生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中，80%从未发生，而即使是剩下的20%中，大多数情况都可以通过准备和应对来解决。真正无能为力的情况，其实只占4%左右。所以，与其让不安吞噬您，不如告诉自己，大部分担忧都是多余的，然后勇敢迈出下一步吧。只要了解这个事实，或许就能减轻一些不安吧。与其因为不安而犹豫不前，不如先行动起来。这种心态非常重要。当您真正迈出行动的一步时，就会明白忧虑不如行动的道理。我们无法完全消除不安，但如何面对它，取决于我们自己。只要保持即使失败也没关系，还可以尝试其他方法的灵活思维，就不会被不安所支配，而是能够自在地度过每一天。当感到不安时，请一定问问自己，这个不安真的有必要吗？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的焦虑不过是脑海中的想象罢了。人生在世，不安难以避免，但我们同样拥有战胜它的力量。相信自己，勇敢迈出小小的一步吧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的第二件60岁以后要放下的事情是，担心讨厌的事或不安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焦虑。当不安来袭时，或许会产生这种痛苦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想法。然而，有一点是必须牢记的，不安这种情绪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定会逐渐淡化。这正是人类情绪的本质。比如，有时候在电车上被陌生人插队，或许你会瞬间感到愤怒，但过了几站后，可能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，甚至3天后完全不记得了。不安也是一样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自然消散。只要相信时间的力量，就能在快要被不安压垮时，让心情轻松一些。当不安无法抑制时，请相信时间会解决一切，不要过于深陷其中。特别是在夜晚躺在床上时，不安往往会变得更加强烈。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想着明天要早起，要是睡不着怎么办？结果越想越焦虑，反而彻夜难眠。这是因为对睡眠的过度压力导致的。必须要睡着这样的想法反而会加剧焦虑，让人陷入失眠的恶性循环。这种情况下，反而应该调整心态，就算睡不着也没关系，告诉自己，只是躺着休息，身体也能得到恢复。这样一来，焦虑会逐渐减轻，不知不觉中就会进入梦乡。科学研究也表明，即使只是平躺休息，身体仍然能得到恢复。这种放松的心态，正是不被焦虑牵着走的关键。相反，如果太过执着于必须消除不安，往往适得其反。因为不安这种情绪，越去关注，它就越会膨胀。与其过度在意，不如轻轻一笑，任其自然消散，反而能更快地走出焦虑。这一点也得到了心理学的验证。对于不安，不必刻意去消除，而是接受它，放任它。时间一久，
它自然就会变淡。试试看，在不安袭来时，在心里默念时间一过，不安就会消失，甚至可以轻声念出来。这句话会像护身符一样，帮助您平复心情。不安只是一种暂时的情绪，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能让您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此外，不安本身并不是坏事，它其实是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，提醒我们需要采取行动。但如果过度反应、过度纠结，就会让自己身心俱疲。与其试图彻底消除不安，不如接受它，相信它会自然消散，这样才能让内心保持愉悦。下次当您因不安而失眠，或突然被焦虑笼罩时，请一定记住这个想法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近年来，源自日本的心理疗法森田疗法，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受到重新评价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——感情的法则。根据这一法则，情绪即使在某一时刻被激发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平息，最终消散。即使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，也无需过度在意，只要放任不管，它自然就会平复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很多时候情绪本已趋于平静，我们却不自觉地再次唤起它。比如，当您几乎已经忘记了牙痛的存在，却在听到别人谈论牙痛时，疼痛感又重新浮现。同样，情绪也是如此，那些已经平息的愤怒或不安，可能会因某个瞬间的触发再次升起。森田疗法将这种状态称为情绪的拖延。如果刻意压抑情绪，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加剧情绪反应。例如，如果对即将进行重要演讲的人说不要紧张，反而会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感。这种试图强行控制情绪的行为，在森田疗法中，努力去忘记愤怒或焦虑，或是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冷静下来，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。就像有人在您焦虑时告诉您别焦虑了，您的焦虑感反而会加剧。森田疗法强调的不是去压制情绪，而是接纳情绪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当您感到不安或愤怒时，应该坦然承认，是的，我现在很不安，内心充满了愤怒，并且理解这种情绪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。我们往往误以为愤怒或焦虑等负面情绪是不该有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些情绪正是我们活着的证明，是正常的心理反应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不被情绪左右呢？不仅要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还要让它自然流动。接纳情绪，就是认知到我现在确实有这种感受。接着要意识到情绪是暂时的，并非永恒不变的。比如，当您感到紧张时，可以告诉自己，紧张是很自然的情绪，它迟早会消散。这种认知能防止紧张和焦虑在内心无限放大。森田疗法认为，情绪就像海浪，会自然的涨起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自行退去。重要的是，不要试图阻挡这股情绪的浪潮，而是以旁观者的心态，冷静地观察它。当您能意识到我现在正处于不安的情绪波动之中，就能在心理上与情绪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从而减少它对自己的影响。再次强调，理解情绪并非永恒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愤怒或焦虑多么强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都会逐渐减弱。相信这一点，可以减少对情绪的过度恐惧和抵抗，使内心更加从容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件60岁以后要放下的事情，就是固执于单一的做法。当面临问题时，有些人会拼尽全力，凭借意志力坚持到底。然而，这种做法真的正确吗？事实上，有时候果断放弃反而能让人看到新的解决方案。应对焦虑或负面情绪也是如此，不必执着于单一的方法，而是尝试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，有时反而能让内心得到解放。以备考为例，这一点更容易理解。许多人认为东京大学的学生能够轻松解答所有问题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当他们遇到难题时，往往会果断放弃，迅速转向下一个问题。他们清楚，即使放弃这道题，也仍然可以通过考试，
因此能够冷静地分配时间，提高解题效率。相反，那些执着于难题的考生，往往会浪费大量时间，最终导致整体分数受损。焦虑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一个方法行不通，就换一种尝试。问题的解决路径并不只有一条，就像攀登富士山一样，通往山顶的登山口有很多，究竟哪条路适合自己，只有亲身尝试才能知道。过度焦虑的原因，往往是因为执着于某个问题，认为必须用这种方式解决，因而陷入死胡同。比如在人际关系中遭遇不愉快时，人们常常会反复思考对方的言行为什么会这样，越想越深，负面情绪也随之加剧，内心变得更加痛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妨暂时搁置问题，选择放手。这种方式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。擅长管理情绪的人，往往会运用思考停止法。当遭遇不快或焦虑袭来时，刻意停止思考，转移注意力是有效的方式。例如，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中，无论是钓鱼、看电影、阅读、烹饪，专注于某件事时，人自然会忘却其他烦恼。这是实现思考停止的关键。当经历不快时，可以尝试用一些方式犒劳自己，比如享用一顿美食，或观看一部喜欢的电影。这不仅能帮助重置负面情绪，还能为心灵注入新的活力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，但即使只是做些日常小改变，也能让心情焕然一新。例如，走进平时不会光顾的咖啡馆，或改变回家的路线，看看不一样的风景。这些细小的变化都能带来新鲜感，帮助调节情绪。如果觉得尝试新事物有些困难，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开始，例如在高档餐厅用餐，或者喝一杯比平时稍贵的咖啡。即便是这样的小小奢侈，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。关键在于培养尝试不同事物的灵活心态。人往往越是觉得必须解决问题，就越容易被问题束缚。但一旦尝试随它去吧，心情反而会轻松许多。要想不被情绪左右，活出自我，关键在于留出时间让自己重置状态。无论是沉浸于兴趣爱好，还是体验新事物，这些都能让心灵焕然一新。当负面情绪来袭时，请记住不要固守单一的方法，灵活调整，才能更轻松地面对人生的挑战。接下来，我想介绍的60岁之后应该停止的第4件事，是关于预防认知症的脑部训练。也许大家都听过多动脑的人不容易得认知症这样的话，这其实在科学上是有一定依据的。即使是大脑萎缩较为严重的认知症患者，在平时使用脑力的环境中，往往在智力测试和脑部功能测试中得分较高。然而，虽然说动脑，但如果方法不对，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效果。例如，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脑部训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像数独、100以内的快速计算等脑力训练可以提高某些任务的分数，但对大脑的整体活跃度或认知功能的提升几乎没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大规模的研究表明，脑力训练对于预防认知症几乎没有效果。换句话说，即使在某些任务上得分提高，这也无法改善大脑整体的健康，毫无意义。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大脑呢？作者特别推荐与他人进行对话。通过与他人交谈，大脑能够瞬间处理各种信息并产生反应，这是一种全脑的训练，是通过单一活动如计算或阅读无法获得的效果，是锻炼大脑的最佳方法。例如，阅读主要锻炼的是颞叶，计算则激活前额叶，但在对话过程中，前额叶会发挥重要作用。前额叶与想象力、新情境的适应能力相关，它在预防认知症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当前额叶出现老化时，人们往往会倾向于固守固定的行为模式，因此我们应该把日常生活中刺激大脑的习惯融入进来。接下来，我会介绍一些今天就可以开始实践的小方法。首先是增加与家人、朋友的对话，非常推荐
即使是日常无关紧要的谈话，也能给大脑带来巨大的刺激。此外，尝试新的兴趣爱好，哪怕是小小的变化，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。您的大脑无论多少岁都拥有成长的潜力，不要因为我再也不会改变了或年纪大了而放弃。希望您从今天开始迈出小小的一步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60岁以后必须做的3件事。60岁以后，每个人都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抗氧化物质的摄入。想要延缓衰老，过上与疾病无关的生活时，我们必须关注抗氧化物质的不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多摄取抗氧化物质。法国抗衰老医学的权威博士指出，防止衰老、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避免身体的氧化。身体的氧化是指细胞膜受损的炎症状态，而这种炎症是导致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根本原因。根据博士的说法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尽管炎症的程度有所不同，但每个人都会经历细胞的炎症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炎症控制到最小程度，就可以像50岁时那样维持容貌，活到120岁也不是不可能。因此，确保细胞得到所需的营养，并创造出能在炎症发生时迅速修复的环境非常重要。而这个关键就是要有意识地摄取抗氧化物质。抗氧化物质能够保护细胞膜免受炎症的伤害。常见的抗氧化物质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尤其是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锌和硒等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胡萝卜、菠菜、花椰菜等深色蔬菜中，有助于强化细胞膜。此外，结合富含维生素 E 的糙米、大麦以及富含硒的肉类和鸡蛋一起食用，能增强协同效果。维生素 C 在蔬菜和水果中也非常重要，它能够激活免疫系统并支持细胞修复。另外，牡蛎、猪肝、小麦胚芽中的锌是清除体内活性氧不可或缺的元素，而番茄中的番茄红素、红酒以及含有高油脂的黑巧克力中的多酚也是强效的抗氧化物质。番茄红素能够保护细胞免受紫外线等损伤，而多酚则能帮助保持血管的健康。将这些营养素融入日常饮食的方法包括在早餐中加入新鲜的蔬菜汁，或者在餐中搭配多种颜色的蔬菜。此外，可以在甜点中享用富含多酚的黑巧克力或蓝莓等食品。正如博士所说，为了远离衰老，抑制细胞的炎症至关重要。通过有意识的摄取抗氧化物质，可以防止体内氧化，保持年轻的外貌和健康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第二个60岁以后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，拥有不拘小节的勇气。这是一种减少压力、轻松努力的建议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压力对身心的负面影响，几乎每个人都能深刻感受到。现代医学也已经认识到，许多疾病，包括癌症，都与压力密切相关，尤其是对免疫力的影响。压力会削弱免疫力，使我们更容易生病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还是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不断勉强自己。实际上，不勉强自己，轻松工作，反而能够增强免疫力，保持健康。这种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工作，还能应用到考试、学习和日常生活中。说到轻松努力，可能有些人会联想到偷懒或放松要求，但这并非如此。轻松的努力意味着找到不勉强自己的方法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并且持续愉快地执行。这样做会减少压力，并最终带来更好的成果。认真负责的人容易陷入必须这样做的思维模式，虽然这种心态本身并不坏，但过度束缚自己可能会带来痛苦。总是告诉自己不能失败，一定能做到，现在就是最重要的，可能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和焦虑不安。如果你也曾感到这种生活方式让你感到痛苦，那么不妨尝试轻松生活一下。轻松生活意味着放松肩膀，做出不那么压迫自己的选择。想要轻松并非懒惰，而是人类本能的追求效率的体现。比如，
是否曾经寻找过一种能让生活更加轻松的工具或小物件？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让生活变得更轻松，还能带来更多心灵上的愉悦。同样的，在工作、学习、日常任务和家务中，找到更轻松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通过省略一些繁琐的步骤，利用科技和服务，可以大大提高效率。虽然轻松生活可能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，但这其实是指适当放松，让自己有更多的余地去选择。放弃完美主义，学会接受这样也挺好，是恢复内心自由的关键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考虑是否真的需要做某项任务，省略不必要的部分。如果结果不变，那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。而且从小事做起，逐渐形成这个可以不做的习惯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。找到更轻松的方法，是减少个人压力、保持身心健康的必备思维方式。对于那些因过于认真而感到生活艰难的人，不妨试试轻松生活的方式，放松肩膀，接受这样就够了的生活方式，并非懒惰，而是选择更高效、自由的方式来拓宽个人的可能性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3个60岁以后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：放弃做一个好人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总是轻易答应他人的请求，不敢拒绝，或者因为不想让别人觉得难堪而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也许有人会将这种行为归咎于自己的软弱。的确，许多人不善于拒绝，这使得他们容易被周围人要求做各种事情。那些喜欢托付任务的人，会敏锐地察觉到哪些人容易被请求。比如，当工作任务堆积到最后时，或者遇到麻烦时，拒绝别人的人通常会在没有抱怨的情况下接受请求。结果，人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好说话，从而导致自己承担更多的负担。不善于拒绝的人，通常害怕被人讨厌或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友好。拒绝别人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否定对方，但要克服这种恐惧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积累拒绝的经验。当然，一开始强硬的拒绝是困难的，这时可以使用一些委婉的说法，例如，今天有紧急工作，很抱歉，我可能没有时间等等。通过事先准备好这样的回应，可以让自己更加安心。而且一旦尝试拒绝后，你会发现原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后果，关系也没有破裂。通过这些经验积累，拒绝他人的心理障碍会逐渐减轻。更有效的方法是主动创造一个不容易被请求的局面。请求方并不了解你有多忙，因此适当的展示自己的工作量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您拒绝别人或者表达个人意见时，可能会担心被认为是不懂社交的人，但您可以想一想，您真的需要所有人都喜欢您吗？与所有人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，意见不合也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事情。况且，抑制自己的感受只会增加内心的负担。与其害怕得不到尊重，不如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。过于在乎他人评价会让自己疲惫不堪，而拒绝他人的请求并非自私，而是自我保护的一部分。不要总是想取悦别人，轻松地选择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，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